1800年前，中国陷入魏国、蜀国、吴国三分天下的乱世，历史上称为三国。在这样动荡的时代，有一场仗将用兵之道发挥到了极致。当时蜀军只有2000老弱残兵，却要面对魏军15万精锐部队，这仗怎么看都是死局。可蜀国丞相诸葛亮偏偏打开了城门，硬是把局面扳了回来。这就是三国里最有名的一场心理战，也就是后来人人都知道的空城计。在三国的版图中，魏国盘踞北方，实力最强，而蜀国位于西南方，地盘小，人口少，资源也远远不如魏国。蜀国丞相诸葛亮认为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，以攻代守。因为战局一旦拖下去，蜀国迟早会被拖垮。于是诸葛亮经过周密的布局，终于找到了魏军防线最薄弱的地方，北伐出兵。蜀军一路势如破竹，接连打下好几场胜仗，打得魏国措手不及。甚至有些城镇一听到诸葛亮的兵马来了，便直接打开城门投降。当时的局势对蜀国来说可谓一片大好。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战局却突然出现了转折，街亭失守了。魏军成功撕开了蜀军后方防线，那个地方叫街亭。为什么街亭如此重要？因为蜀军一路北上作战，后方只有一条主要补给线，负责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粮草和物资。10几万大军全都依赖这条粮道维持战力，而粮道上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街亭。街亭虽然地方不大，却是连接前后方的重要交通枢纽，守住了前线粮草不断，守不住，整个战局立刻反转。可偏偏街亭还是没能守住，这一下等于把蜀军后方的门直接打开。魏国大都督司马懿立刻抓住机会，率军直扑蜀国要害西城。西城是什么地方？说白了，它就是蜀军后方的大本营，也是整支军队的命脉。因为所有粮草、军械和补给几乎全都集中在这里。更糟糕的是，诸葛亮前期攻势太猛，几乎把所有主力部队全部派了出去。此时的西城就剩下2000来人，而且还是老的老，小的小。在最要紧的地方，偏偏没有兵力把守。而司马懿那边正带着魏国15万精兵，气势汹汹地直奔西城而来。这消息一传进西城，城里立刻乱套了。老百姓们开始慌里慌张地收拾东西，准备撤了。穷困人家倒不怎么犯愁，反正背上孩子，打个铺盖卷，抬脚就能走。可那些有房有地的人家一下全傻眼了，房子带不走，地也来不及变卖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于是有人哭，有人叫，整座城一片混乱。剩下的几个留守官员也是一样，心里着急麻慌的。他们也想早点把东西全打包起来，准备跑路，但是又怕诸葛丞相知道了会怪罪。有人悄悄地把金银细软这些值钱的东西放到小包袱里，有人赶紧把自家的驴马喂饱。大家心里想的其实都是一件事：36计，走为上策。万一情况不对，小包袱往马背上一拴，立刻就跑，一点也不耽误事儿。这场仗还没开始打，整个西城上下就已经全在准备逃命了。
有人看见诸葛亮手里轻摇大扇，跺着方步在城楼上转了一圈，然后不慌不忙地回了帅府。很快，帅府就传了一道令，告诉所有城内的军民，各安其职，不许慌乱。大家心里都在犯嘀咕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丞相怎么一点都不急？难不成真要带着城内上至80老翁，下至3岁顽童这2000老弱一起跟司马懿拼命？很快，诸葛亮就召集大家，他拿起令箭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传令下去，所有军队收起旗帜，也不准轻举妄动。一时间，帐里鸦雀无声。他接着又说，所有人家都不可生火做饭，不可随便走动，明日一早就把4个城门打开，每个城门派20名老兵，乔装成百姓模样打扫街道，但不许交头接耳，违令者斩。这话一说出口，在场的人全都听傻了。眼看司马懿的大军就快打进来了，丞相不但没有准备迎敌，反而下令撤掉旗帜，停止戒备，甚至还要把城门打开，这不是等着让人来抓吗？可大家满肚子问号，还没来得及问，诸葛亮就说了2个字：散会。第二天一早，西城彻底变了样，没有炊烟，没有行人，商铺关门，百姓闭户，整座城安静的出奇。再看诸葛亮，他简直是容光焕发，还特意打扮了一番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衣服也换得干干净净，还披上一件宽大的素白锦袍。他身边带着2个小童，这俩男孩长相俊俏，一个抱着宝剑，一个拿着拂尘，身后还有一个老头抱着一张古琴。这古琴跟着诸葛亮的年头可不少了。以前他在南阳卧龙岗的时候，常常闲来会抚琴作歌，可自打出山打仗就很少弹了。结果今天人家大军都杀到城门口了，他却把琴拿出来了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诸葛亮没有坐车，也没有骑马，就这么从从容容地溜达到城门口。20个老兵已经换上老百姓的衣裳，在打扫街道。这些老兵也都跟着诸葛亮很多年了，天没亮，大家就起来把城门口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诸葛亮一看，心里别有一番滋味，便招呼大家说：各位兄弟，今天我在西城招待司马懿，等魏国大兵到了，大家不要惊慌，也不要乱发议论，只管好好的把司马懿请进城中来就好。终于有人忍不住问：丞相，司马懿是来打咱们的，咱们还要把他请进城？诸葛亮点点头说：大家放心，城中有埋伏，10万神兵。这话说得云淡风轻，但大家一听都长出一口气，怪不得丞相这么踏实，感情城里有10万神兵。诸葛亮说完就登上城楼，端坐焚香抚琴。突然耳边金鼓大作，他举目一望，远处沙尘滚滚，他知道司马懿的大兵马上就要到了，而自己就要在这城楼上焚香抚琴对知音。而这位知音就是魏国大都督司马懿。这一路上司马懿也没闲着，他接到无数次探子来报，西城是空城。司马懿说再探，结果刚把这个探子打发走，又来一个报，
诸葛亮在城中。司马懿暗暗点头。诸葛亮果然神机妙算，知道我来劫他的粮草，于是又道：“再探。”报，西城确实是空城，城门大开，诸葛亮在城楼上弹琴。司马懿心里越发疑惑，诸葛亮这是要干什么？于是他就派儿子司马昭上前探看。很快，司马昭回来禀报，父亲，确实是空城，诸葛亮就在城楼上，身边只有2个童子。现在正是好机会，请您传令，赶快杀进西城。司马昭说完就要走，却被司马懿一把拽住。司马懿说：“别急，诸葛用兵如神，我要亲自去看看，以防其中有诈。”于是魏国大队人马齐齐推进，喊杀声震天，直逼西城城下。到了城下，司马懿看得清清楚楚，诸葛亮正在城楼上弹琴。司马懿这个人极其精明，用兵多年，对人心的判断非常敏锐。他在城下不只是看，更是在听。听什么？听诸葛亮的心。一个人哪怕表面装得再镇定，只要心里有一丝慌，动作、呼吸，甚至琴声里都会露出来。可这一刻，诸葛亮的琴声不急不缓，没有一丝慌乱，那种感觉就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就好像在说：“你司马懿来不来，我都不怕。”而就在这时候，城门口那些扫地的老百姓竟然冲他招手。司马大都督远道而来，一定累了，听说丞相已经置办酒席，请您进城痛饮3杯。司马懿一听更加犹豫，怎么大敌当前，还有往里请的吗？但一旁的儿子司马昭有些着急，低声提醒父亲：“父亲，机不可失，此时不攻，更待何时？”司马昭说到这儿，魏国的兵士战将把刀枪全都举起来了，时刻准备要踏平西城。可司马懿还是没下令，他又望向城楼。诸葛亮面色不改，琴弹得如醉如痴。再往城里看，这西城里怎么这么静啊？静的都吓人，就像没人走过的空谷一样。他打了半辈子仗，见过各种埋伏和陷阱，可从没见过这种静。这种安静让司马懿觉得不对。他知道诸葛亮这个人素来谨慎，从不轻易冒险。今天他大开城门，就说明一件事儿，他不怕自己进城。可为什么不怕？司马懿越想越不对。而就在这时，魏国兵士一阵喊杀，倒把司马懿吓得心里一惊。他当即把令旗一摆，大喝一声：“撤！”15万大军就这样在西城城门口转头离开。你看，这一仗没有刀兵相见，可胜负早就已经分出来了。诸葛亮赢在哪？不只是想出了空城计这一招，而是赢在他对司马懿的了解，更赢在他面对敌方15万大军时从容弹琴的定力。真正压住千军万马的是他那颗稳定的心。司马懿输了，也不是输在笨，恰恰是输在太聪明，聪明到每一个细节都要想透。但这份多疑反而变成了诸葛亮最好的武器。
所以，空城计真正精彩的地方，是让人明白，真正高明的较量，拼的不是刀兵，是人心。这就像《孙子兵法》里讲的“上兵伐谋”，真厉害的人用谋略把对方搅乱了，让对方的判断出错。稍微差一点的手段叫做伐交，断其依靠，拆其帮手。而最下等的才是兵戈相见。在空城计这场战役中，诸葛亮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仗还没打，对方就已经认输了。这才是真正的高手。如果你是司马懿，你会进城吗？欢迎留言给我，说说你的选择。